一转眼，新冠疫情出现在我们面前，快半年了，是吧？12月份，或者说12月末，公众知道了它。从中国科学家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12月初就已经有确诊的病例了。自然、科学、新英格兰医学，一篇一篇的论文都在那儿。法国人最后利用保存的样本验证出12月份他们也发现了，那全球基本上都已经沦陷了，但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开始一边抗疫一边重新启动经济。为什么讲绝大多数呢？因为有一个非常漫不经心的国家，俄罗斯，连续3天新增确诊患者超过1万。像印度这样，是吧？大家认为他的问题应该不是很严重，最起码很长时间没有听到统计，现在每天新增也在3000以上，也就意味着至少俄罗斯目前还启动不了，人们正在反省为什么之前掉以轻心。其实掉以轻心的国家有很多，最出名的有2个，是吧？一个中国，一个美国。中国呢，是他们发现类似于像山火一样烧起来了，他们试图自己扑灭它，并且对外说我们很好。事实上我们知道它没有扑灭疫情，正是因为它初期的爆发，而且没有限制洲际旅行，赶上一个圣诞节，赶上一个春节，在这2个假期，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有很多譬如像意大利。那么第一个发现的就是来自中国的游客，他最终也成为欧洲第一批受害者，并且因为意大利在意大利之外，应该是在美国聚居的比较多，所以美国的双线传播既有华人来自于中国的病例，也有来自于意大利的。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途经意大利的这些游客或者去度假的人带回来的。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因为有到伊朗度假的，或者有一些伊朗难民被接收了，那么往返伊朗的也带回来病菌。有一些国家是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德国。德国刚开始爆发的主要集中在一家公司，叫韦伯斯通。这家公司包揽了前期几乎所有爆发的病例。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在中国有分公司，在中国至少有10个城市他们有办事处，那其中就有武汉。所以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陷入这场疫情，是因为前期对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过于相信。那么美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川普在整个前期他认为他可以信任习主席，因为习胖跟他签了协议，要履行协议，不会刻意的骗他。但是现在人们知道了，包括川普本人也在说，我可以跟习主席通话，但是我没有跟他通话，
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资料。而国务卿蓬佩奥也说，证据显示，疫情的源头是吧？病毒的源头来自于武汉 P4 研究所。美国会在适当的时间公布这些信息，但是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这个问题。美国疫情的爆发蔓延，包括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明显的减缓，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美国在内，在医疗设施、器械、耗材的生产上，包括原料药，过于依赖中国了。那么中国政府既然跟他打包票说没有多大的问题，至少川普当时信了。同时还有个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到今年2月份已经宣布了，源于武汉的这次肺炎是一次大流行病，但是他们还坚称在全球范围内目前还不具备爆发的可能，它是一场大流行病，但目前还没有达到爆发的这个阶段。好了，中国在隐瞒自己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在麻痹大家，川普因为经济的需要，因为他上台以后拉动了经济，至少拉动了股市，他认为他对所有国家的贸易政策都在进行调整，尤其是中美两个经济体之间，他挽回了前期美国前任领导人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宽容。他已经明确地感觉到，光靠经济的发展不足以带动中国进入自由世界，他已经放弃了。他要的目标是能与中国进行公平对等的贸易，同时他也削减了很多关于大流行病控制的这些部门，削减了他们的预算，这都造成了美国在事实上已经爆发了以后应对失策。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直到今天，其实疫情的蔓延程度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减缓，但在这一时刻憋不住了，中国顶着损失人命的代价去恢复经济，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扛不动，因为整个世界经济停摆，中国缺乏外来的订单，今年连原油暴跌都没有抓住机会去囤油，去扩大对原油的订单。按理说中国是一个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80%的能源来自海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大家凭肉眼就能看到它已经陷入停滞了，它没有可能继续采购这些东西了，无论是原油还是外来的所有的它长期需要的工业品、半成品，其实中国的进口正在急剧的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挽救自身的经济，它唯一的办法就是最低限度的维持工业的运转。
甚至都不能说忙得出口创汇了，它只是为了稳定人心、稳定经济、稳定企业最低限度的运转。那在美国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因为长期以来，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如果说它一直保持停摆状态，整个世界经济它的复苏将遥遥无期。作为川普来说，他在与各个州的州长争夺重启经济的指挥权失败以后，他做出了一个指导计划，分阶段让美国各个州自行选择重新启动的时间。我们知道从4月底开始，就有一些州已经恢复了经济，5月份恢复的会更多，因为他等不起，因为他已经步入了连任竞选的快车道。在这个时刻，民主党还要求不要去投票，邮寄投票，那这样他的损失会更大。作为共和党一方来说，不仅要保住总统的职位，也要保住他们在各个州竞选的这些资格，有州长，有参议员，各个职位都需要拿出一些提振民心的东西，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政绩前4年干得很好，才能有未来，是吧？所以不仅是经济，其实也是政治。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启动非常凄凉，整个世界经济源于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被迫要顶着牺牲人的健康，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在强行启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世界。好了，谢谢大家，再见。